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真相。你以为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寸土寸金，开发到极限了，但实际上创造奇迹的事总在发生。新加坡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小国，国土面积只有734平方公里，什么概念？大约是上海的1/10，却养着超过590万人口，并且到2026年，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攀升。而这还不是全部，新加坡竟然计划造出新国土，不仅要新增8万套立体住宅，地下资源的再次开发，还将启动一项非常野心勃勃的区域生活圈升级。你可能会问，怎么做到的？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剖析这个全球基建 No.1国家的秘密，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超高密度国家如何在创新中突破极限。那我们来说说新加坡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策略：地铁上盖住宅。高效的地铁系统早已是新加坡的城市血管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新加坡在规划这些线路时，就已经将地铁周边的土地价值最大化。比如2025年重点开发的 Newton 站，0.7平方公里的小区域竟将容纳5000套私宅。到2035年1/4的新加坡人口预计住在距离地铁站500米范围内，这些地段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中心。为什么说这些地方是黄金地段？不仅因为交通便利，更因为这里汇集了交通、商业和人流。在新的城市布局下，地铁站周边不只是通勤节点，而是在推动经济生活与文化的全面融合。或许你以为这只是空间节省，实际上它背后展现了新加坡令人钦佩的空间经济学。每一片土地不仅有功能，还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含义，这就是新加坡的过人之处。如果地铁上盖住宅让你觉得惊艳，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更是奇迹。大家知道38望船厂吗？这一片占地86公顷的区域，曾是新加坡工业时代的象征，相当于4个动物园的大小。而现在这片工业用地正被重新定位，未来几年将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结合滨海住宅区、公共休闲场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资源中心。最难得的是，新加坡计划在改造中保留约70%的历史建筑，同时融入住宅区、商业空间和滨海公园等功能设施。这些旧产业区不再被淘汰，而是焕发出新的经济潜力。比如38望滨海区预计将创造60亿新元的附加经济价值，差不多相当于新加坡 GDP 增长率的4%。说到这，你可能已经开始感慨了。新加坡的策略不仅是开发土地，更是通过精确设计，将每一块土地的潜力发挥到极致。这还没完，我们来看看新加坡在地下空间里做的另一个神奇尝试。说到向下开发，许多国家都尝试过，但新加坡确实走在前列。万里沙石洞穴就是一个标志性项目。这片地下空间不仅是沙石储存，更是全球首创的地下经济模型。新加坡建筑业每年消耗约700到800万吨沙石，而万里洞穴的储备足够支撑10年以上。这不仅解决了资源问题，还提升了建筑业效率。更重要的是它的战略意义。万里洞穴为地下物流冷链系统甚至能源储备提供了基础，比如地下油库保障了新加坡的能源安全，未来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地下物流枢纽，广泛服务全球经济链条。此外，这类地下开发还有生态价值。面对气候变化，地下空间能够规避极端天气，为城市提供更安全的基础设施。新加坡的创新不仅局限于地下开发。那我们回到地面，一起来看看它是如何重新定义城市生活圈的吧。回到地面，接下来我们聊聊那些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生活。在新加坡社区可不仅仅是居民楼的集合，而是一种基于生活方式的空间设计实验。比如碧山社区的最新升级，它正在打造一个覆盖率高达80%的15分钟生活圈。这意味着居民从家里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医疗中心、商场、公园，甚至教育区。特别是对于上班族和老龄人，这种便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人性化。更有趣的是，这种社区的设计还为老龄化做了提前准备。到2025年，新加坡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升至24%。这些社区升级能确保老人出行便利，甚至借助智慧科技提供更贴心的服务。除此之外，咱们再说一个更吸引年轻人的项目——吉巴滨水连廊。在2025年，这条长达超过10公里的连廊划时代地，连接西海岸和滨海湾。可以想象，到时候你早晨跑步看海景，晚上还能顺着这条滨水道出行娱乐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设计直接带动了沿线不动产和商业需求的增长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所谓城市空间开发，并不是简单的高楼林立，而是围绕实际生活需求进行的精密设计。接着看看城市突破不仅是靠自己，新加坡还通过跨境合作，开启了新的区域经济模式。现在我们聊聊跨境大动作，新柔地铁，也就是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超大型交通项目。到2026年，新柔地铁将正式开通，这是一条仅4公里的高铁线路，但每天的运力将达到单向每小时在1万人。不仅通勤时间大幅缩减，还将形成一个新马之间的跨境生活圈。以乌兰北站为例，这里将新建一个
面积高达4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综合体，包含购物住宅甚至办公空间。这种空间布局直接促进两国的劳动力流动，也激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。这一点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当经济互通后，新加坡的优势和周边国家的资源将结合得更加紧密。这不仅仅是城市间的勾连，甚至可能成为区域整体产业链升级的起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讲到这里。在新加坡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发展极限的突破，而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开发理念。这种理念不分国界，向上向下，还有跨边界。新加坡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通过设计思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这就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，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如何效仿？欢迎下方留言，让我们一起探讨。同时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内容，记得支持我们的视频，点赞、评论和分享。当然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见。